我直播算命时连线上了金圈太子爷，此人今年会有一个大劫。话还没说完，他就大笑说：“这八字是他死了5年的爷爷，你爷粉让人刨了你，还在这笑，笑你妈笑！”下一秒，他爸突然出现，给了他一个大嘴巴子。你这是典型的消印夺食命格，想要孩子恐怕很难啊！晚上8点的直播间热闹非凡，我叫陆灵珠，是一个道士，同时也是一个网红。每周末晚上，我都会随机连线3个人，免费给他们算八字、看面相。这次连线的是一个30多岁的漂亮姑娘。听到我的话，她柳眉微皱，脸色也立刻沉了下来。我朋友一直说你有多厉害多准，没想到是个神棍，还大师呢，连我怀孕3个月都算不出来，就别在网上招摇撞骗了吧。我叹了口气，有点不忍心反驳他。他的八字时柱一柱消印，枭神坐禄，又有官杀生柱之，力量太过强大。食神作为子嗣，不但被克得奄奄一息，还做了爵位。这八字就算是怀上了，恐怕孩子也难平安落地。我不太想告诉他实话，很多时候我倒宁愿是自己算错了。直播间的弹幕快速闪过，有个叫我是你大爷的网友说话戾气特别重，我忍不住多看了一会。老子最烦这些装神弄鬼的臭骗子。现在的人赚钱越来越没下限了，找个女网红假扮道士就算了，还找个毛都没上气的小丫头。主播快给那姑娘道歉，什么玩意儿，咒人家生不出孩子啊！显然对面的女孩也注意到了这个网友，她感激地笑了笑，看向镜头的神色越发得意起来。人家商店都是假一赔十，主播你算错了，是不是也得赔钱？一般算命的行情都是200-300，按照假一赔十，你得赔我3000块钱。这时我的粉丝们看不下去了，纷纷开始下场骂他，要点脸吧，人灵珠大师是免费给你算命，你还要赔偿？就是，再说了，你才这刚怀上，咋就知道灵珠大师没算准？孩子不还没生下来吗？看到这话，那女人顿时激动了，她一拍桌子站起身，露出微微隆起的小腹，你敢咒我？老娘找人弄死你信不信？这是什么直播间啊？算不准就诅咒人，怕不是邪教组织吧？她的情绪越来越激动，叉着腰骂了会人以后，神情便开始不对起来。只见她皱着眉，脸色发白，嘴唇微张，过一会捂着肚子蹲下身去，消失在了镜头前。等他再次扶着墙起身时，眼尖的网友已经发现墙上他触碰过的地方留下了一个又一个血手印。帮我叫救护车！我的孩子！话还没说完，他就两眼一翻，晕倒在了地上。直播间立马炸开了锅，反应最大的就是那个我是你大爷，我吐了！这演技浮夸的不能再浮夸了，现在的网红搞剧本都不带脑子吗？说保不住，立刻就流产了，找托也麻烦别找这么夸张的好吗？当网友全都是傻子。主播敢不敢和我连个线？今天我就来打假，锤死你们这些下三滥的骗子！我托朋友报了警，心里还是忍不住有些叹息。有人不想要孩子却意外怀孕，有人拼命想生孩子却生不出来，命运就是这么让人无可奈何呀！网友我是你大爷一直试图和我连线，我点了接受，不一会，屏幕里跳出来一张极为耀眼的脸蛋，剑眉星目，鼻梁高挺，气质不俗。直播间的观看人数顷刻间开始高涨，网友们一个比一个激动。对面的男人好像很有名气，卧槽，这不是太子爷孟远吗？太子爷现身打假，66666，大家快来看啊！妈耶，我居然看到活的太子爷了！天啊，爸爸你好，我是你失散多年的儿子。我的直播间变成了大型认亲现场，我这才知道，原来视频对面的男人叫孟远，是大名鼎鼎的金圈太子爷。孟远显然已经习惯了网友们的热情，他不屑地扫了我一眼以后，皱着眉头敲了敲桌子，八字已经私信给你了，来看吧。这种打假的戏码几乎每周都在我直播间上演，一个又一个趾高气扬的博主盛气凌人地对着我一通羞辱，没几天以后又哭喊着抱着我的大腿求我帮忙，没事情就打人脸的戏，我真的已经有些厌倦了。哎，当网红的日子就是这么无聊且乏味。这八字格局不一般啊！话还没说完，孟远就冷哼一声，我认识的人能一般？说点有用的好吗？这次直播间的围观群众没站我，因为我的粉丝早就被闻讯赶来的路人军团给包围了。大家议论纷纷，却大多是支持孟远的，开什么玩笑？孟远家可是金圈首富，他拿出的八字能一般吗？主播这话说了和没说一样，就是估计等会就要说什么大富大贵之类的了，没意思。我皱眉看着桌上的八字，越看越觉得奇怪，这人今年会有一个大劫难，流月冲大运，这劫难就应在这个月。噗，哈哈哈哈哈！哎呦，乐死我了！孟远一听，立马拍桌子开始大笑，露出雪白的8颗牙齿。这八字是我爷爷的，他走了5年了，你说他有大劫难？哈哈哈哈！人都死了，还有什么劫难？哈哈哈哈哈！孟远揉着肚子，笑得乐不可支，见牙不见眼的。网友们也纷纷出言，开始冷嘲热讽，离谱！我还真以为是个有本事的道士呢，没想到又是一个骗子。就是连人死了都看不出来，还劫难呢。主播脸色都变了，我猜他肯定在想要怎么往下编吧，哈哈哈哈！死人还有劫难。孟远笑得开心，直播间弹幕刷得飞起，
我静静地看着他们，还没等我开口说话，孟远镜头里突然出现了一张中年男人的脸，笑你妈笑！你爷爷坟都让人给刨了，你还有脸搁着笑呢？我打死你个不孝子！中年人气宇轩昂，动起手来也是雷厉风行。孟远的笑还挂在脸上呢，脑袋上已经挨了重重的2巴掌。挨气爸，疼疼疼！我直播呢，你打我干啥？孟远爸爸看了一眼手机镜头，鼻子都气歪了，挥出的拳头都快抡成了风火轮。你爷爷坟都被人刨了，你还有脸在这看女主播呢？我打死你个龟孙子！直播间一片寂静，几十万网友在线，竟是没一个人说话。孟远的手机被他爸给砸了，对面的屏幕晃动几下，变成了黑色。我还在想刚才的那个8字，见直播间没人反应，问了2句便匆忙下播了。哎呀，我就上了个厕所，没想到错过了这么精彩的事情。宋菲菲捏着个手机，咧着嘴朝我冲了过来。哎妈呀，你看到孟远的表情了吗？哈哈哈哈，笑死我了！他小子也有今天。我皱着眉掐了下手盘，别笑了，咱们得去京城一趟。那8字有问题，坟被刨只是第一步，后面的事情才麻烦呢。宋菲菲一愣，神情也跟着严肃起来。要修坟啥的吗？可我记得你在风水这块上不太擅长啊。我点点头，风水这块我只是略通，但是有只狗很厉害，咱们得找它来帮忙。宋菲菲人都惊了，狗？什么狗？还会看风水？哮天犬？我掏出手机，边走边打电话，这只狗是唯一的第10传人。喂，乔墨雨吗？京城出事了，你得跟我走一趟。钱？什么钱？我们降妖除魔守护人间，你居然和我谈钱？飞机头等舱内，乔墨雨一脸艳羡地看着我，狗日的，还是你会收徒弟，一收就收了个首富女儿。我将椅子放平，惬意地眯着眼晃着腿，什么首富不首富的？我呀，主要是看他心诚。你看看你，还是道门中人，一天到晚钱的，像个什么样子？乔墨雨翻了个白眼，搓了搓手指，行了，我还是个大学生呢，特意请假出来的，事成之后，孟远给的钱我要分一半。不行，我8你2。什么？你个黑心肝的！55开，不然我就罢工。我7你3。1个小时以后，我5.62，你4.38。你懂什么叫55吗？少1分1厘，都不是我要的55。宋菲菲坐直身体叹了口气，行了，都到京城了，要不你们等下飞机了再吵。事情紧急，我们是连夜赶到的京城。孟远听说我们到了，有些吃惊，不过还是很快就安排了司机过来接我们。墓地离机场不是太远，还没到墓园，乔墨雨已经开始流口水了。朱雀玄武，青龙白虎4灵齐备，北有连绵群山，南有流水环抱，沙水秀美，穴位得气，好，好羡慕啊！我死了也想埋这儿。我转过头，有些无语地看了他一眼，然后一脸严肃地对着宋菲菲扬了扬下巴，听见了吗？这墓地也给我整一块。宋菲菲的白眼都快翻到天上去了，这是孟家的私人墓地，孟家祖辈都葬在这儿，你要想葬这里，只能嫁个孟家人。嫁人是不能嫁人的，这辈子都不会嫁人。听他这么说，我和乔墨雨同时发出了遗憾的叹息声。进了墓园，才发现这墓园比我们想象中要大得多，亭台楼阁，小桥流水，俨然就像是一个风景秀丽的私家园林。孟远爷爷的墓地就在这墓园的东侧。大晚上的墓地灯火通明，裂开的大理石墓碑前乌泱泱的围满了人，站在最中间的那人穿着一身灰色唐装，气场惊人。向来眼睛长在头顶的宋菲菲一反常态，低眉顺眼地走上前，主动和那中年人打了个招呼：“孟伯伯好。”菲菲，你怎么来了？中年人看到宋菲菲有些诧异，不过态度还算温和。站在一边的孟远耷拉着脸，主动走上前解释了一下。当听说我是宋菲菲师傅，还算到老爷子这个月命中有个大劫难时，中年人的神情有些惊讶。我带着乔墨雨简单和孟父打了个招呼，他抿着唇看了我们3人一眼，眉眼间不由得露出些探究来。现在都是年轻人的天下了，灵珠大师年纪轻轻就有如此修为，前途无量啊！家父的墓碑无缘无故裂开，墓顶破了个大洞，这事灵珠大师怎么看？孟父挥了挥手，围在墓地周边的人群顿时散了一些。我和乔墨雨对望一眼，走进墓地细细查看。这墓碑是整块大理石做的，墓顶更是用了极为厚重的石板，一般人想砸开估计都办不到。我站起身摸上墓碑，发现墓碑裂开的地方隐约有黑印，凑近了闻，还能嗅到一些雷火之气。五雷大破阵！我忍不住低喝一声，蹲在一旁的乔墨雨闻言立刻抬起了头。五雷大破阵，真是五雷大破阵！在孟府面前，孟远乖巧异常，他主动凑上前来，一改之前的倨傲模样。这个五雷大破阵是什么东西？五雷大破阵是以前的邪术师最爱用的盗墓阵法，在东西南北中5行方位放置好阵物，便可引来天雷击打阵眼。以前的古墓墓顶多用巨石板建造，靠着人力很难破开，而天雷之力，雷霆万钧，可破一切障碍。只是五雷大破阵从宋朝以后就失传了，没想到现在居然出现在了京城。当听说这是盗墓阵法以后，孟家人脸色都不太好看，孟远更是直腰站了起来。我就知道你是个骗子，之前都是纯属侥幸被你猜中的，还盗墓呢。
我爷爷一生勤俭，死前再三叮嘱不能有任何陪葬品，因此他棺材里就放了几本书，什么值钱东西都没有。孟父微不可见地皱了皱眉，转身对宋菲菲和颜悦色道：“菲菲呀，难得来京城，明天让阿远带你们好好玩几天。今天太晚了，你们几个小姑娘不好熬夜的，我让人带你们回家休息吧。看看人家有钱人将不信任说得如此清新脱俗。”宋菲菲有些不高兴，还想再说些什么时，孟府已经招手让孟远上前了，带菲菲他们去城西的别墅住几天，招待不好，唯你是问。孟远和宋菲菲两人是旧识，关系一直不太好，属于谁也看不上谁那种。我直播时，孟远并不知道我和宋菲菲的关系。当下飞机，他知道我和宋菲菲是师徒后，在看宋菲菲时，已经油然而生一种智商上的优越感。行了，宋菲菲，别墨迹了。你说你好歹也上过9年制义务教育，居然还相信这些鬼故事？哎，你呀你！孟远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语气，嘴角却是忍不住咧到了耳后根。显然宋菲菲吃瘪，让他心情非常愉悦。乔墨雨默不作声地走上前，用胳膊肘捅了捅我的手臂，我们两人的眼神快速在空中交流。你看出来没？看出来了，咱们先撤。我拉住宋菲菲，示意她离去。她有些不服气，却还是向孟父弯了弯腰。那这几天就叨扰孟伯父了。孟远插着手哼着歌，远远地坠在我们身后，乐得跟个250似的。灵珠，你和乔墨雨刚刚眉目传情什么呢？咱们为什么要走啊？你看那孟远，眼睛都要笑没了。宋菲菲扯着我的衣袖，眼睛瞪得滚圆，像一只炸毛的猫。我拍了拍她的肩膀，狡黠一笑。你知道为啥那帮盗墓贼什么东西都没拿吗？因为他们盗的不是墓，是尸骨。乔墨雨也露出了一个猥琐的笑容，嘿嘿，那棺材里的骷髅看见了吗？那骷髅啊，是个女尸。宋菲菲大惊失色，什么意思？有人狸猫换太子，用一具不知名的女尸换走了孟远爷爷的尸骨。上赶着不是买卖，孟家人看我们年纪轻，又是女孩子，虽然没有直说，但是却将不信任和抗拒写在了脸上，而且看孟家的样子，是很着急想将墓地连夜复原的。毕竟做子女的，哪忍心看着自己祖宗遗骸暴露呢？那他们盗尸骨干什么呢？拿去做法。孟爷爷都走了5年了，还能做法？宋菲菲提出的问题，把我和乔梦雨给问住了。3人都没说话，我挠了挠头，心头也是疑云密闭。5年的白骨，实在是很难做法了，而且不知道孟爷爷投胎了没有。如果已经投胎，魂魄转世，那盗墓贼偷了他的尸骨也没什么用啊。哎呀，宋菲菲，你脸色咋那么难看？啧，女人就是小气。来，给野笑一个，也带你们吃夜宵去。陆灵珠啊，不是我说你，还有那啥乔墨雨，你们俩这长相去当个网红就行了，在直播间嘴巴甜一点，多喊喊大哥，那收入也不少，可何苦出来骗人呢？要骗也骗得像一点嘛，动不动什么茅山第几代弟子，乔墨雨你就更夸张了，桓帝师唯一的传人，这说出去人家又不傻是不是？孟远小跑2步跟上来，对着我们3人那叫一个语重心长，苦口婆心。乔墨雨本来想抱起骂娘，但是听到夜宵2字，硬生生的把脾气给忍了下去。吃什么？孟远这人嘴巴很欠，但是出手阔绰，为人大方。他带着我们来到一家老字号的火锅店，铜锅加涮羊肉，吃得我们几人心满意足。宋菲菲，不对呀，你以前不是叫宋3口吗？再好吃的食物，你也最多就吃3口，现在怎么吃饭和饿死鬼投胎一样？孟远话音刚落，我和宋菲菲就愣了一下，她唇边还沾着2滴麻酱。我不由得停下手中的筷子，想起刚认识宋菲菲的时候，她不但挑食，吃饭屁事还特别多，吃个螃蟹得用18套工具。后来她跟着我文姬练武，上山下乡，之前在一个布满结界的村里待着时，她恨不得跑地里生啃番薯吃。好好的一个千金小姐，现在吃饭样子比狗好看不到哪去。宋菲菲一抹嘴巴，你知道个屁呀！老娘忙着斩妖除魔，驱邪抓鬼，哪有功夫装模作样的吃饭？乔墨雨一边拼命捞着肉，一边不住点头。酒足饭饱，我们3人摸着肚子靠在椅子上，觉得冲这顿火锅，这次京城就没有白来。一般人点菜都是一份一份点，孟远点菜是一页一页点。我满意的擦了擦嘴，看这小子不由得顺眼起来。你小子不错，你要是再请我吃顿烤鸭，我就告诉你，你爷棺材里的女人是什么来路。女人？什么女人？孟远大吃一惊，神情立时严肃了起来。你爷爷的尸骨被人调包了，现在那棺材里躺的是具女尸。孟远自然是1000个不相信，他看看宋菲菲，又看看乔墨雨，啥意思？你们不会是在说真的吧？我请你们吃饭，你们拿我也开涮呢？越骄傲的人越是固执，孟远就属于这种人，对于自己认定的事情，打死谁他都不信。我无所谓的耸耸肩，放弃了说服他的想法。行吧，我也是看在你招待我们的份上，才好心提醒我的，你不信也没事，过2天你就知道了。那盗墓贼花那么大心力布置了5雷大破阵，势必有着不小的目的。5雷大破阵之所以失传，就是因为布置阵法的材料极其难寻。5雷大破阵又叫5行大破阵，布置阵法时需要在阵法的5个位置都放置特殊的东西。东为木，东边需要放置一段雷击木；南为火，南边需要放置雷朱砂；西为金，北为水，土
土居中央，每个位置放置的东西都需要寻被雷电击中过之物。雷击木、雷击石、雷击贝壳、雷击朱砂矿。其中雷击木和雷击石还稍微好找一点，那属水的贝壳和属火的朱砂矿，只能说几十上百年都不一定能遇上一次。孟远心情有些不好，不过看在宋菲菲的面子上，到底没说什么。他气哼哼地把我们送回别墅，自己又返身折回墓地去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我还在睡梦中，就被砰砰砰的敲门声惊醒了。灵珠大师，大师开门啊！我睡眼朦胧的刚打开门，孟远就扑了进来，脸上还顶着2个通红的巴掌印。灵珠大师，果然被你说中了，这下该咋办？我爹吩咐我来请你们过去一趟。我揉了揉眼，你脸咋了？孟远捂住了脸，向来飞扬的眉眼此刻看起来有些可怜兮兮的。我奶打的。他说他梦见我爷了，我也说我们让一个陌生女人睡了他的床，他清白没了。孟爷爷昨晚给孟奶奶、孟远、孟父3人分别都托了梦，和孟奶奶说他的尸骨被人换了，现在有个陌生女人躺在他棺材里，他不喜欢。和孟远说让他以后要多听爸爸的话，别老去玩一些飙车跳伞什么的，不安全。和孟父则是上来就是抽了孟父一顿嘴巴子，抽完才说他被人绑架了，对方提出要他做2件事，不然就把他的魂魄用油炸了，让他魂飞魄散，永世不得超生。我抬眸看了眼脸色发青的孟父，一晚没见，他眼睛中布满了红血丝，胡渣也长出来不少，整个人萎靡又颓丧，看起来一下子老了好几岁。我爹娘吃了好多苦才把我养大，是我没本事，老人家生前没享多大福，人走了，魂魄都不得安宁。孟父哽咽着说了几句话，眼泪就吧嗒吧嗒下来了。爸你放心，我一定把那可恶的盗墓贼找出来弄死他。孟远见他爸哭了，顿时陷入了慌乱当中，他手忙脚乱地抽出纸巾，过一会又掏出手机。我好哥们是警察，我和他打个招呼。话还没说完，宋菲菲就劈手夺过了他的手机。你还要报警啊？报警说什么？说你爷爷被人绑架了。屋内顿时一静，孟远眨巴了一下他的卡姿兰大眼睛，有片刻的茫然。不能报警吗？那怎么找那盗墓贼？我叹了口气，没看出来，孟远这小子法律意识还挺强。先说说那2个要求吧，都是什么要求？孟父用力抹了一把脸，坐直身体。第一个要求是3000万赎金，第二个要求是帮他们去墓地里取一件东西。墓地？什么墓？孟父揉了揉眉心，陷入回忆当中，那几个字有点拗口。我想想，叫什么？琅琊郡卢生墓。我和乔墨雨豁然站起身。谁？卢生。宋菲菲3人坐在沙发上，小学生似的看着我们。卢生是谁？乔墨雨对着孟父拱了拱手。我突然想起来，明天学校里要考试，我是好学生，不能挂科，我得先回去了，告辞。说完转身就走，动作那叫一个干净利落。我苦笑着看了看孟父，也很想跟着乔墨雨一样拔腿就走。卢生和徐福齐名，是秦始皇身边最厉害的方士，而且卢生还是一名邪术师，精通阵法和巫蛊、养鬼之术。他为了防止自己墓地被盗，在墓地里布置了一个8方养阴阵，豢养了千万名恶鬼。别说进墓里找东西了，就是去墓边走一圈，估计都要去掉半条命。孟伯伯，不是我们不帮忙，实在是灵珠大师，你们是道门中人，我这里有几件东西，麻烦你长长眼。孟府朝孟远使了个眼色，孟远从地上搬起一个箱子，放到了桌子上。箱子被打开以后，我感觉有什么东西闪瞎了我的眼睛。雷击木？不对，这是千年雷击桃木。五帝钱？这是大五帝钱。五帝钱有大五帝钱与小五帝钱之分，大五帝钱指的是秦半两、汉五铢、唐朝的开元通宝、宋朝的宋元通宝和明朝的永乐通宝。而现在的五帝钱一般是指清代五帝钱，是清朝最兴盛的5位帝王顺治、康熙、雍正、乾隆和嘉庆在位期间所铸造的古钱，分别是顺治通宝、康熙通宝、雍正通宝、乾隆通宝和嘉庆通宝。小五帝钱易得，大五帝钱难寻。我师兄寻了一辈子，也凑不齐一副大五帝钱。我的呼吸越来越急促，箱子里躺着一段小手臂粗细的桃木，一盒子五帝钱，旁边还放着2串造型古朴的佛珠，上面隐有黄光闪动。我腿一软倒在宋菲菲身上。舍利子佛珠？什么？舍利子佛珠？真的假的？我看看。乔墨雨嗖的一声从门口窜进来，两眼放光，脸色潮红。当看到那佛珠时，他吞了吞口水，眼神都直了。舍利子佛珠竟然真的是舍利子佛珠。舍利子佛珠是高僧圆寂之后用他们的舍利子雕刻而成的佛珠，向来都是佛门至宝。箱子里的这些东西全都是无价之宝，放出一样都要让到门中人抢破头。乔墨雨是帝师传人，他们门派中的天劫令就是用一段历经天劫的千年桃木做的，巴掌大小一块，封门视若珍宝。眼前的千年雷击桃木虽然比不上天劫令，但也是不可多得的宝物，而且这尺寸大小都够做3把桃木剑了。那墓穴危机四伏，九死一生，孟某愿意拿出这些东西作为奖励，如果有人愿意替孟某取出墓中东西，我就把这项东西送给他。灵珠大师、乔大师，你们认识的能人异士多，能否帮我问问，有谁愿意替孟家走这一趟？哈哈哈！哎呀，孟伯伯你怎么那么见外？
讨厌讨厌。乔墨雨捶了2下孟府的肩膀，笑得一脸痴汉。咱们关系都这么好了，还要去找外人干啥？你瞅你，见外了不是？哈哈，这个见钱眼开的傻逼！我对他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，然后向孟父拱了拱手。孟伯伯客气了，驱妖除邪守护人间是我道门宗旨，什么奖励不奖励的，我主要是冲着您这份孝心。孟远带我们找了一个手艺高超的木匠，当天就把那节雷击木做成了3把桃木剑，多余的木头则是被我和乔墨鱼2人平分了，就连木屑都用盒子装了，1人1半。琅琊郡地处山东，离这不是太远。孟远坚持要跟我们3个一起去，临走之前，孟奶奶一定要请我们吃顿饭。饭桌上，她老泪纵横，说孟爷爷迟迟不肯去投胎，就是在等她。老人家用1顿饭的时间回忆了夫妻2人是如何携手一生，不离不弃的，听得我们3人眼泪汪汪的，哭掉了1整包抽纸。吃完饭，孟奶奶还拿出了2张支票，我不动声色地扫了一眼，随即就被那一串零给晃花了眼。穷家富路，这钱拿着路上买点零食吃。收完支票的乔墨雨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，故事听了，钱拿了，东西收了，哎，不卖命是说不过去了。收东西的时候有多爽快，去的路上就有多忐忑。宋菲菲听我们说了一路卢生木的传说，脸越听越白。虽然我喜欢追求刺激，但是追求刺激和找死还是有着本质区别的。孟远斜睨了他一眼，语气中3分不屑，7分讥笑。宋大小姐这是怕了？哈哈，你不会以为这么浅薄的激将法对我有用吧？宋菲菲冷冷一笑，谁不去谁是孙子。那伙盗墓贼显然是有备而来，3000万被打进了一个海外账户。孟远说这账户他找人查了，专门洗钱用的，这钱进去很快就会被分成几笔转往各个国家，根本就追不回来。我也设置了祭坛招魂，但是引魂烟刚燃上，那烟绕着香炉转了3圈，竟然灭了。很显然，孟爷爷的魂魄被人困住了，去卢生墓成为了我们眼下唯一的选择。孟家司机开着车，乔墨雨托腮坐在位置上，一脸沉思。过一会，他转头看向我，灵珠，你说绑架鬼算绑架罪吗？我被他问得一愣，这个问题有点意思，应该不算吧。我有一条赚钱的路子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？孟远抬了抬屁股，不着痕迹地坐得离我们远了一些。琅琊郡离京城不远，下午3点多我们就到了地方。孟远一脸焦急地催促我们快点动手，我却吩咐他手下人搭好帐篷，准备休息。都休息一路了，咋还休息呢？我也还在那吃苦受罪呢。网上都说了，魂体受到的痛苦比肉体强多了，你们倒是快点动手啊！乔墨雨伸了个懒腰，你懂个锤子。那卢生是秦朝人，秦朝2000多年，你知道地势变化有多大吗？要想寻到他的墓，不能看路，得看那儿。他伸手指了指天上，一脸的得意洋洋。孟远不太理解，看啥？看天气。我一眼艳羡地看着乔墨雨，傻逼，那叫观星。是的，乔墨雨会观星，帝师一脉传承自古代钦天监，只有学会观星术数，才能成为帝师。俗语有云：1等帝师观星斗，2等风水师巡水口，3等先生满地走。现在行走世间的大多都是普通的风水先生。虽然乔墨雨小气势利，贪生怕死，阴险狡诈，厚颜无耻，长得没我好看，个子没我高，力气没我大，道法没我强，武功没我高，但是他会观星术。想到这我心里一酸，看乔墨雨更不顺眼了。孟家的司机不但车开得好，烧烤技术更是厉害。我们几人吃饱喝足，天色也渐渐黑了下来。很快，寂静的夜空中挂满了点点繁星。乔墨雨掏出罗盘清了清嗓子，嗨嗨，陆灵珠，你转过去，别偷师啊！和乔墨雨在一起的真的很费眼睛，因为一天要翻800次白眼。我骂骂咧咧地站起身，偷你个锤子！赶紧的，别墨迹了。乔墨雨仰头伸手对着星空一阵比划，嘴里不停念叨着一些晦涩难懂的话，过了半晌才将双手背在身后，长吁一口气，行了，找到了，跟我走吧。夜晚的山路非常难走，这片山林十分茂密，人迹罕至，甚至都没有修路。我们几人手脚并用，爬得呼哧带喘。没爬多久，宋菲菲主动凑了过来，你听见了吗？我不动声色地点点头，别打草惊蛇，就让他们跟着吧。进山没一会，我就发现后头有人不远不近地跟着我们。听动静，最少有2个人，看样子他们应该就是绑架孟爷爷的凶手了。翻了一座山以后，我们看见了一块石碑，碑上用小篆刻着一个卢字。哎呀，我去，终于快到了！孟远大喝一声，忍不住加快脚步，率先冲了上去。黎明的曙光就在前方，所有人加快速度继续前进。差不多走了半个小时，我抬头一看，熟悉的大树，熟悉的石碑。那树模样古怪得很，粗壮的树干上凸起了几块结节，看起来就像是一张人脸。这样的树，满山都找不出第2棵了。靠，为什么又绕回来了？乔墨雨，你带错路了。我坐在石头上揉了揉酸痛的腿，云遮月，鬼打墙，这是碰上鬼打墙了，灭了那鬼，自然就能出去了。孟远瞬间躲到了宋菲菲身后，你们加油，我给你们打气。本来灭一个鬼是没这么简单的，但是我手里拿着1000年雷击木做的桃木剑，还有5帝钱，简直就像是满级玩家来到新手村。我刚朝空中抛出5枚5帝钱，还没开始行动呢，空中的黑雾就淡了一些。
等我掏出桃木剑，刚摆好姿势，乔墨雨就乐了，别打了，那小鬼跑了。我绕到石碑后侧，才发现这碑上刻了一个简易的招魂阵，方圆几百里之内的鬼魂都会不由自主被这石碑吸引，主动替石碑拦路。我和乔墨雨蹲在石碑后头，乔墨雨更是掏出了手机，这阵法妙啊，比养狗好用多了。等我回家了也整一个。孟远默默地退了一步，试图站得离我们远一点。解决了路障，没过多久，眼前视线豁然开朗，我们竟是来到了一片悬崖峭壁之上。乔墨雨低头看了看深不见底的山谷，脸色极为难看，那墓穴在谷底。孟远的助理从包里拿出一个模样古怪的机器，抛下了山谷，不一会脸色惨白地来到孟远跟前，少爷，这里到谷底，高度足有860多米。孟远掏出几个包裹，我一看那模样，很像宋菲菲经常玩的滑翔伞，等一下，下去倒是容易，就是我们要咋上来？我已经给管家发了信息，明天一早他会安排直升机来接。孟远和他助手秦月开始整理滑翔伞，乔墨雨在一旁看得胆战心惊，半夜玩滑翔伞，你们疯了吧？你们知道山谷底下有多少树吗？还有那悬崖，崖侧长满了松树，没看见吗？孟远定定地看着乔墨雨，然后伸出了手，佛珠和桃木剑还有5帝钱还我。乔墨雨瞬间住了嘴，我回头看了眼身后稀稀疏疏的草堆，你们还不出来？再不出来，我们可下去了。等等，乔墨雨和孟远瞪大眼睛，惊愕地看着树后突然出现的2个男人。两人看起来也就30出头的模样，个子高一些的那个长得还挺清秀，不像矮个子那样又黑又壮。2位怎么称呼？两人是兄弟，个子高的那个是弟弟，叫卢俊，矮个子是哥哥，叫卢勇。卢生后人，孟家老爷子是你们绑的吧？听到这话，孟远咬着牙就要往前冲，被宋菲菲死命拉住了。卢俊笑了笑，对着孟远拱了拱手，听说孟家财大气粗，这不，小弟就找你们帮了个忙。按照卢俊所说，他们兄弟是卢生后人，这次进卢生墓是为了取卢生留下的卢家方术，实在是先祖有令，有能者才配传承他的衣钵。卢家术法他只传了3成，其余7成都写在卢家方术那本册子里。卢家后人每一代都以找到那册子为终身目标，鼓励后代刨自己的坟。这卢生不愧是出名的邪术大师，性格可真够狂放的。你继承衣钵，你绑架我也干啥？听到缘由，孟远气坏了。他之前一路都在猜测是不是家里得罪了人，把所有生意场上的竞争对手猜了一个遍，万万没想到人家竟然只是因为他们家名气大。卢俊笑了笑，毫不客气地拍了拍孟远的肩膀，我看人家都说你是金圈太子爷，说你家黄金铺地白玉做砖，还说不管是明星还是啥，就没有你不认识的人。宋菲菲不客气地踢了孟远一脚，叫你高调，匹夫无罪怀璧其罪，不懂吗？天天开个小破车炸街，生怕人家不知道你有钱似的。孟远不说话了，他红着眼眶张了张嘴，过一会狠狠抽了自己一巴掌。宋菲菲见状又勾住他肩膀安慰他，哎呀，你这是干啥？那你家首富也没办法的是不是？刚才是我说的不对，我那纯属受害者有罪论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你爷的事真不怪你，真的。孟家爷爷还在卢家兄弟手上，我们几人就是再大的脾气，也只能乖乖听话，带着卢俊哥俩下蛊。宋菲菲带着乔墨雨、孟远和秦月带卢家兄弟，而我技术没他们好，自己一人一伞。黑色的夜，深不见底的悬崖，还有耳边呼啸的风。我的脸被风吹得生疼，头顶的探照灯照出的光只有细细的一条，仿佛连光线都被这黑夜给吞噬了。风太大，导致我的呼吸有点困难，这让我有一种错觉，好像自己不是在千米高空，而是在万丈深海中，这可真是刺激啊！我们运气不错，当然主要是技术好，几人都平安落了地，还离得不远。卢家兄弟趴在地上哇哇地吐，吐了有半刻钟，两人才勉强缓过神来。弟呀，你说咱老祖宗为什么要选这么个地方？也就是现在科技发达，要搁以前，这得咋下来呀？卢俊心有戚戚地点了点头，显然两人对自己的老祖宗怨气都挺大。我们一行人稍微休息了一会，就在乔墨雨的带领下继续前进。崖底的温度比山顶上高了许多，又闷又热，我埋着头赶路，不一会背上就湿透了。到了，只见一处峭壁上有着一堵巨大的石门，门上描绘着让人眼花缭乱的图案，门的中间则是一只模样古怪的凶兽。兽头像牛，额头长有2只龙角，嘴巴却像是鹰喙。见到这兽头，卢俊兄弟俩呼吸都变得急促了。这是穷奇，家训当中说的是真的，哥，咱们终于找到了。切，明明是我找到的。看着激动的抱头痛哭的卢家兄弟，乔墨雨极为不屑，翻了个白眼。卢俊说，只要卢家子孙将鲜血涂抹在2只龙角上，墓地大门就能打开。他和他哥2人开始互相谦让。10分钟以后，哥，你为这家付出太多了，这血应该你来涂。弟，你比我聪明，你才是咱们家的希望，这血应该你涂。哥，你来。不，弟，你上。我站在一边都快听得睡着了，要不你们兄弟俩一人一只脚。卢家兄弟这才停止了谦让，转而兴冲冲地掏出了匕首。卢勇率先割破手指，将鲜血涂抹到了龙角上。
那角上骤然迸发出一阵红光以后，龙角上的血消失了，好像被这角给吸收了一般，而原本灰褐色的龙角也逐渐变成了金黄色，看着很是不凡。这奇异的景象看得我们啧啧称奇，我忍不住开始催促卢俊，搞快点，别愣着了，再慢点，你伤口都要愈合了。卢俊如梦初醒般伸直胳膊，将鲜血涂满了整个龙角。1分钟、2分钟、5分钟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，而龙角上那团血渍都已经凝固了。卢家兄弟百思不得其解，卢俊换了根手指割开，10分钟后，他的10个手指已经伤痕累累，龙角却依然毫无动静。我和乔墨雨也疑惑不已，乔墨雨还上前仔细检查了一遍那些阵法，没道理呀，这阵法还在运转，难道是这龙角坏掉了？我一脸为难地看着龙角，这才知非金非石，只是看起来像石头而已，毕竟也经历了2000多年的岁月，要是真坏了，咱们恐怕都没法修啊。孟远比卢家兄弟还着急，他上前一步拉住卢俊的衣袖，要是进不去可不能怪我们啊，墓穴都给你们带到了，你得把我也还给我。那个宋菲菲开口了，她欲言又止地看了一眼卢俊，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众人有屁快放。宋菲菲张了张嘴，眼神复杂地看了卢俊一眼以后还是闭上了嘴。她站到卢勇身边，用力压了下卢勇的手指，伤口崩开。宋菲菲按着卢勇的手指将血涂抹到龙角上以后，红光再次闪现，门开了。卢俊傻眼了，我们几人同情地拍了拍他的肩膀。卢勇茫然地站在那挠头，不可能的，我弟不可能是捡来的，我妈怀着他大肚子时，我还给我妈打过洗脚水呢。乔墨雨到底是没忍住，你再仔细看看，你弟弟长得是不是有点像隔壁王叔？卢家兄弟失魂落魄地跟在我们后面，我抿着唇，极力让自己的表情看起来严肃一点。洞门打开以后，一股阴气就扑面而来，身上的潮湿闷热一扫而空，取而代之的是沁入毛孔的阴森寒意。停下，别走了！我拉住着急前行的孟远，在这阴气浓重的墓地，我们几人身上的阳气就像是黑夜中的萤火虫，恐怕还没走几步就要被恶鬼们给发现了。我从包里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纸人衣，还有黑猫皮毛做的帽子给众人，示意他们穿戴上。这2样东西都能遮住人的生气和阳气，让我们藏匿身形。一帮人屏住呼吸，蹑手蹑脚地走在幽深的墓道中。我驱邪抓鬼那么多年，这还是第一次下墓。这墓道做得像迷宫一样，每走几步就是一个岔路口，我总觉得我们一直在原地打圈圈。乔墨雨拉住我，你感觉出来了吗？这墓穴像是一个乾坤八卦阵，人门艮，鬼门坤，要进墓穴中央，咱们得从坤门进。乔墨雨用寻龙尺开路，引着我们朝墓穴深处走去。走着走着，景色蓦然一变，地面上出现了一个直径1米左右的大洞，洞口散发着阵阵黑雾，看起来可怖又瘆人。到了，这就是坤门。听到乔墨雨说要跳下去时，众人脸色都变了，大家的表情都有些犹豫。那洞口看着实在是太吓人了，仿佛随时会有怪兽从里面冲出来。孟远做了2个深呼吸，牙一咬，眼一闭，率先跳了下去。孟远一下去，秦月也紧随其后。我扫了一眼卢家兄弟以后，也跳了下去。预期中的失重感并没有到来，我睁开眼睛才发现自己站在一个小镇中央，街上人来人往，喧嚣而又热闹。只是来往的人都穿着古装，脸也长得形态各异，有长了满口尖牙的，有半张脸是骷髅的，还有舌头伸出嘴巴1尺长的。这就是千鬼阵，那册子就藏在阵里。卢俊还没从不是卢家后人的打击中回过神来，他掏出手机打出一段话递给我。我们虽然暂时用东西盖住了阳气，但是绝对不能张嘴，一张嘴阳气外泄，周边的千鬼立时就能将我们撕碎。看来卢家兄弟还是挺懂行的，毕竟是能用5雷大破阵的人。我环顾了一眼这小镇，亭台楼阁，车水马龙，要找一卷小册子，谈何容易？你家祖宗还说什么了？这怎么找？大海捞针啊！祖宗说这是对卢家子孙的考验，卢家术法不传给无能之人。无能的卢家兄弟眨巴着眼睛看着我，显然是将所有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了。我叹了口气，开始苦思冥想。这镇里有江南水乡的婉约，还有北方古城的气派。左边的人家院里桃花盛开，而对门的那一户却是白雪纷飞，寒梅送香。这镇子里有4季时光，有1000年历史，一切都是幻象，而唯一的真实恐怕就是那一卷册子。想到这，我眼睛一亮。那舍利子佛珠可破世间一切虚妄，只要将珠子含在嘴巴里就行。忍痛将佛珠拆成一颗一颗以后，我示意众人把珠子塞在嘴里。珠子一入嘴，世界就变了。亭台楼阁、花鸟树木全都消失不见，整个镇子只剩下空荡荡的石板和四处飘荡的幽魂。而在镇子最中间的位置，一卷竹简正散发着幽幽白光。卢家兄弟大喜，尤其是卢勇，高兴的眼泪都快下来了。至于卢俊，表情则有些复杂，似喜似悲，又哭又笑的。小心翼翼地穿过众鬼，来到卷册前。卢勇伸手触碰到那竹简的一瞬间，空气为之一凝，所有鬼怪的目光全都锐利地扫了过来。我头上的帽子无风落地，纸衣服也突然破裂。他大爷的，这竹简上还有结界！跑啊！乔墨雨开路，
我断后。我们俩和宋菲菲手中的符纸不要钱一样朝外丢去，乔墨雨更是拿出了他祖传的天劫令。卢勇兄弟拿到竹简以后，也不再吝惜自己身上的法器。卢俊甚至还抛出了一把小五帝钱，不愧是卢家后人，还是藏了不少好东西的。众鬼虽然凶猛，但是我们几个也不是吃素的，就这么且战且跑，总算是来到了生门。眼看着就要跑出去了，卢俊脚下一滑，直接摔在了地上。而此时生门也即将关闭。阿弟，陆灵珠，快点！生门要关闭了！乔墨雨挥着令旗，喊得声嘶力竭。此时，卢俊的脚被吊死鬼的舌头紧紧缠住，他绝望地看向卢勇，露出一个凄苦的笑容来：“哥，你快走，下辈子咱们还做兄弟。”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这种生离死别的戏码，看到这我实在忍不住了，一狠心掉头朝卢俊跑了回去。此时那吊死鬼嘴巴突然变成了水缸那么大，而卢俊已经被他的舌头缠着，半个身子已经进了他嘴里。临兵斗者皆阵列前行，给我退！我将嘴里的舍利子佛珠拿出来，用力塞到吊死鬼嘴里，奋力一剑砍断了他的舌头，然后抱起卢俊跑得飞起，终于在生门关闭前窜了出去。我抱着卢俊几乎是滚出生门的，他被我摔出很远，我自己也双膝一软，跪倒在地。看到卢俊出来，卢勇冲过来抱着卢俊大哭，哭完他又爬到我跟前，非要给我磕头：“陆灵珠，俺们兄弟欠你一条命，这事情是我们不对，孟老爷子我们会马上送回来，那钱俺们也不要了，等出去我们就还给孟家。”孟远走上前，主动扶起卢家兄弟：“什么钱不钱的，咱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。我孟远交了你们这个朋友，那几千万就当见面礼了，别再提什么还钱不还钱的话。”我和宋菲菲不由得对孟远刮目相看，以前总觉得他就是个浪荡富二代，没想到有这种眼光和气魄。卢家兄弟道法不低，再加上那一卷卢家方术，恐怕这兄弟俩以后会是了不得的术法大师。行了，咱们还是先出去吧，这墓我感觉有些不对劲。乔墨雨话音刚落，墓顶就落下了不少尘土，整个墓室都晃动得厉害。娘哎，这墓要塌了，快跑啊！等我们一行人灰头土脸地跑出墓道，才发现外面天色已经大亮，朝霞将山谷映衬得美轮美奂，风景如画。而身后的却消失了，只剩下一堵石墙和悬崖融为一体，就好像那墓穴从未出现过一样。我惊叹地走上前，摸了摸那石墙，卢生不愧是方术大师，恐怖如斯啊！嗨嗨，乔墨雨清了清嗓子走上前来，神情一如既往的猥琐。他朝我眨了眨眼：“陆灵珠，我请你去国外旅游啊，包机票和住宿，咱们去喝喝英国红茶，住百年古堡啦。”我狐疑地看着他：“你有这么好心？”乔墨雨走上前挽住我的胳膊：“哎呀，真的是去玩啦，没有购物，纯玩团，骗你我就是你孙子。”